好，大家好，那我们继续来看Galois field 中文翻作加洛瓦体。那我们知道说嘎洛瓦是一个悲情的数学家，活不到20岁就死掉了。那另外一个就阿贝尔也是活不到30岁就死掉。两个在他们有生之年的时候呢，都还没有出名就已经挂了哈。那详细的故事后面我们再制作其他的小故事跟各位再做一个说明，这样哈。好，那 OK， 那这个要来看到它的话，我们就来先解决掉前面的那个我们讲说 Galois field 里头的话，你看 P 它必须是一个 prime， 嘿。好，那 OK， 所以它 P 是一个 prime， 它是一个什么？它本身是一个有限的 field 是一个 finite field， 有没有 finite field 嘿。那问题中间有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中间的任何的一个元素，当然是0不包含在内了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它是怎么样呢 ？ZP 扣掉0有没有？我们一般写这样的嘿，这个怎么样呢？我们就直接写0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group， 它是一个 group， 能看出来嘿。好，这个好了，这个可以了哈，这样就这么讲在乘运算之下是一个 group。那我们要来研究我们来研究一下，就是说那中间任何的一个元素是否它的那一个缓元素是否存在，也就是说是否存在一个这个元素 X 属于怎样，属于 ZP 有没有让这个元素呢是什么 A 的那个缓元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叫做 inverse。那更具体就讲说 inverse element。好，那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要证明。那数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严谨性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嘿，所以我们要对这一个部分有一个基本的交代。好，那基本交代的话呢，当然就是要把一些高中以前看过的那些数学，再把它做一个严谨的这个整理一下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基本的这个性质要跟各位来做一个整理。好，假设我有 A、B、C 三个怎么样？三个整数，好了。那这个3个整数呢，第一个我要来看的问题就是说，任何的怎么样？任何的整数都是0的因数，那正负1呢，都是任何整数的因数。那正负 A 本身自己是自己A 的什么因数？同学很可能有一部分稍微忘掉就即使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过的东西呢，我有必要来再跟各位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一下，这样子好，比如说我们有 A 跟 B 两个元素，它是整数，对不对？那 A 不等于0。好，那我们 A 呢整除 B， 你就把它看成 A 整除 B， 也就是说 A 是 B 的因数那弱且为弱会存在一个 C 属于 Z， 也就是说又存在一个整数，我们看出来让使得 B 呢可以写成 A 乘 C， 也就是说 A 跟 C 呢都是 B 的因数所以你就把它先记一下这样的一个特质那因为我在帮各位整理，我就不要再花太多时间那我花多一点时间在后面的那一个严谨性的证明好，那 A 呢是 B 的因数，可以推出来呢 A 乘上一个 C， 好，那 B 乘上一个 C 仍然保持 AC 是 BC 的因数，这样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再来往下看，就是说 A 是什么呢？ A 是 B 的因数，那 B 是 C 的因数，所以我们就可以推出来 A 是 C 的因数， A 是 C 的因数，这样所以这个都很简单的可以看出这些基本的特质出来，这样好，那我继续就往下看咯。好，那比如说好，我 C 呢是 A 的因数， C 是 B 的因数 OK， 那我想要做什么事，我就说来做一个线性组合我就把它叫做线性组合。那后面还会在linear algebra 的后面会讲得更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感觉是一个 linear combination， 有没有？这个叫线性组合，叫 linear combination。那发现说 C 是 A 的因数， C 是 B 的因数，那 AX 加 BY， 那 X 跟 Y 是某一个对任何的整数都可以。这样的一个组合出来的那个新的数呢，也是 C 的什么？也是 C 的这一个倍数那例如呢，我就举个例子来看，比如3整除6
3整除9，那任何的怎样？任何的6倍的 x 再加上9倍的 y 都是什么？都是3的倍数啊。这个当然吹笔哦，你可以3的倍写3出 y 变 2x 再加上 3y， 诶，这个非常吹笔哦，非常吹笔哦。那当然一吹笔哦，这个才有用哦，才有用这样嘿。所以这个基本的特性哈的特质，我还是希望同学能够仔细看一下。那讲义我们随时都会放在这一个 MOOCs 的网站让各位下载。好，读数学我们就要 take it easy， 嘿 ，take it easy 哈。好，那再往下看，一个叫做 division algorithm， 一个除法的一个演算法。那这个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好，就是说，那这个就在他们数学里面，他们非常严谨哦。A、B 两个整数，有没有看到？我两个整数出来。好了，那假设 B 不等于0，B 不等于0，有没有？哦，那则怎么样呢？name 会唯一存在一个 Q、R 属于整数，我们看出来属于整数呢，使得这个 A 呢等于 QB 再加 R。那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一定我记得在读高中看就会特别注意，0的话小于等于 R， 0小于等于 R， 那 R 小于等于绝对值的 B， 那其实 B 以后我们都会把它看作是一个正数这样。那中间就有几个词，因为我们现在在强调这一个 EMI， 好，那以这个英文来带入这一个每一个学科里头，那当然我们数学也有很多的部分，比如说我这一个 A 呢，好，那一般的话我们就叫什么？我们叫做 dividend， 中文叫做被除数。好，那你就把它记一下，它是被除数。dividend 有没有？好，它是被除数。嘿，这个箭头画的有点莫名其妙。好，没关系，知道就好了。那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A 呢，B 的哈 ，B 就是我们的除数，divisor， 好，那就是我们的除数。我们的除数，我们看到，除数，我们看到我们的除数这样哈。那还有呢，还有我们的什么？这是我们的除数。那还有我们一个商，有没有？我们商，英文叫做 quotient， 这个字要背一下喽。那叫商数，商数这样，好，不是养蚕的桑树，是我们这个数学的商数这样，OK。那另外一个算蛮重要的，那导出来这个结果以后呢，这个叫什么？这叫余数，余数英文叫做 remainder。那这个呢，我就刻意把它笔记写得好一点。那因为数学不能快的话，你就没办法消化。这个就非常非常的不错，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就可以再来复习一遍。比如说第一个叫做 dividend， 好，那第二个叫什么？第二个叫做 divisor， 好，那第三个很重要的什么？就是我们的quotient， 你们看出来？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念错，因为以前在读数学系的时候，老师就这么念。好，商数这样，好。那这个的话就是叫什么 remainder， 这个是比较没问题，所以四个，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我们这些东西有没有？那我们就搞一个最简单全天下最简单的例子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一个60等于怎么样呢？3乘上18再加6，那这个就是我的被除数，那这个是什么？我的除数，这是我的商，这是我的余数，有没有？那有时候就是说他刻意的会用复数来看，那其实我们一般比较不会去玩这样的一个状况的，然后有没有？那这个用60等于-3乘上-18再加6，那这个是我们的什么 dividend， 那这个是我们的 divisor， 那这是我们的 quotient， 那这个是我们的remainder。哇，好累哦！现在 EMI要求每一个同学呢英文能力都要加强，所以包括我们高中、国中也很多的在要求 EMI，就是 English， 要用 as 这个 teaching 的那个 medium instruction， 当做一个这个媒介教学。好 ，up to now so far so good。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看那个 GCD 哦 ，GCD 也就是说我们最大怎么样呢？最大公因数哈，那我今天又把这个光线调了一下，所以呢手写部分就没有让你们看到了哈。好，那没有关系哈，这个我的手势就看不到了哈，但是要看到我这个写的表情哈，这很重要嘿。好，那我们 GCD 就是两个整数 A 跟 B 的哈 ，A 跟 B 的怎么样？这个当然我就不用再写 A 跟 B 是整数了没有？那它有几个词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 GCD 哈，那英文叫什么 ？The greatest common 好，那 divisor 有没有看出来？哇，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GCD 有没有看出来？把它圈起来，好，这样做笔记会比较好看一点。好，那这个是我们有涉及到的 A， 涉及到的 B， 那这个是 D， 就是我们的什么最大公因数哈。那中间 A 跟 B， 好，这个一定是属于整数。那 D 当然怎么样 ？D 一定要是一个正整数，正整数有没有？哦，那这个有什么条件哦？有什么条件呢？有什么条件呢？哦，那当然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很严谨的哈，等一个某一个 D 啦，某个 D 有没有 ？D 就是我们的什么the greatest common divisor 最大公因数哈。那它怎么去定义的哈？所以我们在玩电脑程式设计也是一样，你很规矩的去定义你的那一些function，然后被你的主程式来呼叫。所以第一点，这个最大公因数可以整除 A， 而且怎么样呢？最大公因数可以整除 B。那第二个，任何可以整除 A 跟整除这个 B 的那一些共同的因数的话呢，发现呢它都是什么？都是 D 的因数，所以是 D 是所有因数中间最大的一个好，那这样没问题的啊。我们铺陈的这些东西，关键上还是要让各位同学这个很有训练的把你的那个基础写好，所以这尤教授在这边就不断的鼓励你们这样嘿，那不要这个受到这一个乍看之下就觉得这个比较累一点，那慢慢的你会觉得很轻松这样好，所以我们的 A、B 两个是整数，那 A 不等于0，那我想干嘛？或者 B 不等于0，我就说不要去研究中间都是有0的这个东西嘿。好了，那我们就说发现一件事情。假设说 GCD AB 的 GCD 最大公因数等于 D， 有没有？那想干嘛我们就说会存在X 跟 Y 是整数，有没有看出来是整数哦？那使得怎么样呢 ？AX 加上 BY 等于 D， 哇，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任何 A 跟 B 它所产生的这一个什么这个的那个最大公因数 D， 竟然可以用某一个 AX 加 BY 的线性组合的表现呢，让它们相等。也就是说 X 跟 Y 这两个是存在的。那这个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应该是我们那个时候大学不知道1年级2年级的课看到的时候就说这个很惊讶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不会去管这个部分可是到了大学你的责任就是要来怎么样？要来更强化你的部分我就来证明咯，我来证明有没有？那证明它有很漂亮的技巧，非常漂亮的技巧，所以这个就是各位要来修我这门课那利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摩格斯那我就这个慢慢的讲，让你们可以完全来接受它这样我就造一个集合 S， 干嘛呢？把所有可能的这种排列组合就这种线性组合把它搞出来，就说A 跟 B 的组合那里面 U 跟 V 是这都是整数这样那我希望 AU 加上 BV 大于0，这个是某一个什么？就是某一个就是说某一个这个 set， 就是 possible set。那这个我就要来找一个这个什么这个组合，所以这个本身什么？它本身也怎么样？如果存在，它是属于什么？属于整数。属于整数有没有？而且我希望它大于0。可是问题来了，你假设的东西到底存不存在呀？所以呢，我们要先 check 这个集合里面到底有没有元素
我要 check 它不等于空集合才有意义啊。如果它等于空集合，你一直往下去，没有多大意义哈。那一般我们都会讲说，这个不失去一般性哈，这个英文的写法把它记一下 ，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哦，我们令 let a 不等于0，因为两者中间不可以有一个是等于0，我就令它不等于0。那很简单的，我就取绝对值的 a， 因为我不知道 a 是正数还是负数，就取它正数，所以这个时候就等于 au 加上 b 乘上0。嘿，那这个时候呢，我说它属于 S， 为什么？我找到某一个 possible u， 那这个 u 是怎么 possible？ 就是说这一对是 possible 的 x 跟 possible 的 y，possible 的 y 有没有？那 u 呢？很简单，我就把它定义成是1。如果怎么样呢 ？a 大于0的时候，那等于是 a 就大于0，那 a 就等于 a 乘上1再加 b 乘上0嘛。那如果它等于负数，我就等于负1，因为我要让它变成是正数啊。当 a 小于0，看出来，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怎么样？这个是 exist， 它是存在的耶，存在的。所以呢，我知道 S 不会等于空集合。那这样的造法，就是在很多的那种数学或者很多系统里面，它会这么造。那当然，我们刚才初学者就是要欣赏它一下，没有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好，那我就继续来往下看所以把刚刚的结果就先把它写在上面，有没有？那我们呢，就开始继续写下去。所以你就发现说，刚刚的 S 本身是一大堆什么样？它是一些正数有没有所成之集合之集合所以我应该写英文没关系，写中文就写中文好，那所以那这些正数的话，它一定有一个顺序那我们这个就我们就说在数学里面它有一个定理，我们就不去再详细推它。有兴趣的同学在 Google 顾一下，它就是 by well ordering principle。哇，好严谨，有没有？好严谨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顺序的一个原则，能看出来那针对我们这一支 S， 因为它是一些正数所成之集合，一定会存在怎么样 smallest。 那这个正数所成的集合一定会存在一个最小的元素 d 大于0，有没有看出来？也就是说呢，这个 d 属于 S， 那对于所有的 E 属于 S 的话， D 一定要比它小于或等于，因为它是最小的一个。好，最小一个就是说我要证明，就是说这个时候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假设这个 D， 注意我假设这个 D 是这一群里面的最小的，因为就要证明它就是我们的什么最大公因数。这个证明好像有点抽象，没关系。我记得以前我第一次读到它，还是也花了一点时间，因为这是建立你完整的头壳思维的一个方法，没看出来。好，我就造出了一个 D 出来，但是我要证明它是我的最大公因数，我就令 D 等于 AX 加 BY。那 XY 属于 Z，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属于 S 里面的这些元素，它就会被两个这个随便的这一个，也不是随便，会被两个这个整数变成一个线性组合，就是 AX 加 BY， 所以当然存在 AX 跟 Y。可是我要来证明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我的 D 呢，就是我的 GCD。哇，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呢，尤教授讲到现在还没讲完，但是中间有很漂亮的一个数学的完整性，有没有？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呢，那我们前面花得很辛苦讲什么呢？我们讲的这一个除法演算法，没有division algorithm， 就我们的除法的演算法会存在一个 Q 跟 R 属于 Z， 使得A 等于 QD 加 R。 我们一开始假设怎么样？ A 不等于0，不失去一般性，有没有？那前面讲过说这个余数一定小于这个我们的除数大于等于0。
所以 A 是我们的被除数 ，D 是我们什么除数，所以你已经有一个谱了。我要证明 R 要等于什么？要等于0啊，那 D 才会是 A 的什么 ？A 的因数，因为我最后要证明 D 是什么 ？A 的因数，那 D 也是 B 的因数，这样好，那我们这样推下去 ，R 等于 A 减去 QD， 好，那这个 A 减去 QD， 那注意啦，我们 A 的话 ，D 的话是那个集合里面找出来，它叫 AX 加 BY， 有没有？所以记得。在随时记得 note let 就提醒各位，我们的什么样呢？我们的这个 R 是小于 D 大于等于0，有没有？所以这个是移数。好了，整理一遍 ，A 1减去怎么样 ？QX 把 A 拉出来，整理一遍等于负 QY。这个有什么特质喽？X 就是 A 乘上某一个整数 ，B 再乘上某一个整数。这个的特质是什么特质？而且我们这个本身又是正数，这个就是说，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呢 ，R 它有一个特质，好像它就有资格进入什么？有资格进入这个 S， 有资格进入 S 有没有？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分析一遍。可是好像又怪怪的，所以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如果说 R 大于0，当然我们要证明它不是好，所以那因为我们证明 R 等于0嘛。如果 R 大于等于0的话，你发现怎样呢？发现它矛盾，英文叫 contradict， that 跟什么矛盾 ？D 属于 S， 那 D 是什么 ？D 是最小，smallest one， 它是最小的一个smallest one。好，被我挡住了，看到它是个 smallest one。好啦，那往下看有没有？所以我要证明，我还没有证明完，有没有？我还没有证明完，说这个我的 R 怎么样？我的 R 呢？不可以，R 不可以大于0那如果说R 大于0，我继续往下写把刚刚那个问题把它讨论一遍。那所以因为搬到这一页来，我就还重新再把它论述一遍，就是说它就违背这个 D is the smallest one， 有没有看出来？好，那所以 in S， 哇，因为 S 里面刚刚我们就假设 D 是最小的那一个家伙，结果你找到一个这个 R 小于 D 大于等于0，如果假设 R 不等于0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发现怎么样呢？它就违背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叫做 prove by contradiction。那这个证明后面我还会再辟一节来跟各位做一个详细说明，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在这个表现的时候呢，数学的那个逻辑严谨性都出现严重问题。那有严重问题的话，就变成说你们在写你们的那个报告或论文写作业的时候呢，就会有点疏松，这个松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利用我们这门课来建立各位的完整的数学。所以因此呢，不准 D 不准这样这个就是说好，那好，我这边写错了再重新写。说因此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这个怎么样呢？我的 R 要等于0，因为我刚刚讲过说 R 的话它是小于 D 大于等于0嘛，那它这个选择已经不准它的等一下，它的选择就不准它怎么样呢？不准它这一块，有没有看出来？所以它唯一的可能就是等于0。好，所以因此怎样呢 ？A 就等于 QD， 那 R 等于不见了，所以就推出来怎么样呢？D 是整除 A 的，D 整除 A 的好，那这个非常有趣，有没有看出来？所以呢，同样的道理，similar。那所以我们就常常在做数学就会很快的 ，D 也可以整除 B， 用同样的道理去证明，有没有？所以呢，所以 D 呢也是什么？A common factor， 共同的因子，有没有？of 怎么样呢 ？A and B。好，
可是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还没有证完呢，它是不是最大的？是最大的那个家伙？有没有看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呢，好 ，also，如果 C 可以整除 A and 怎么样呢？C 可以整除 B， 所以你看这个证明是非常的严谨。这个在每本的代数课本，因为我当初在收录的时候，我是觉得说既然质数那么重要那质数又惹那么多祸，不是就是造成那么大的一个数学的这个，我所谓惹的祸就是我们读数学系的时候被他搞得很你就很累的要去读很多的抽象的东西出来那但是它这个造就人类很大的一个数理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就推出来 C 怎么样？按照前面的那个理论，你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个等于 D 嘛？这等于 D 有没有？因为 C 整除 A，C 整除 B， 那 C 就整除 AX 加 B 所以前面已经证过了。那 CX 加 B 等于 D， 所以因此它 D 是所有的因数里面最大者，所以因此就推出来怎么样呢 ？D 等于怎么样呢 ？GCD， 哇 ，AB 有没有？哇，真的不简单呢，真的不简单不简单有没有？所以那我们已经慢慢的建立起我们完整的一个脑袋瓜的思维了好，所以 up to now， so far so good so far so good， 所以我们要赶快来收官，来收官。好，那收官的话就是说，我要来做什么事情我要来做什么事情，就是说，对于所有的 A， 不要忘掉我们刚刚的目的。我刚刚讲扣掉0有没有？我 A inverse 它是存在的。好 ，exist。好，那 where 怎么样呢 ？P is prime。这质数太重要的有机会待会你们听完课就上网去搜寻一下张益唐教授他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非常传奇的人物这样那他这个当初是非常的刻苦耐劳到美国读书是非常的刻苦耐劳那他本身是我看过的这个过目不忘的非常厉害东西给他看过以后他都可以记起来的，所以他的书架上都没有什么课本那以前我们在当助教的时候，那个书商给我们的课本那他都不画，期末的时候就把它拿去卖掉那他可以赚钱，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刻苦耐劳的一位学者这样好，那我们来看看证明它存在就是说它是就是因为0已经不存在，因为要被挖掉那这个时候就按照我们前面讲过说那 GCD 跟 AP， 因为 P 是质数嘛，质数定义就是跟别人的话公因数是等于怎么样等于1等于1有没有比它小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等于是我们的那个最大公因数就是 D， 就是这里是1。那按照前面的理论所以这个很漂亮的理论你要去 enjoy 就那使得怎么样呢 ？AX 加 PY 等于1前面的理论就是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线性组合，等于我们的那个公因数最大的那个公因数。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就差不多快收官了。所以我的 AX 等于怎么样？1减去 PY，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同义就来了，有没有？我们就 mod P， 那有些数是写成3，把它写成这样，有没有？那我是写2个就好了1减去 PY， 这个 mod， 那 mod 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这是倍数，倍数就不见了，就等于1，有没有？就出来了，所以呢，所以我们就找到了所以整个的一个严谨性，那很多同学对这些符号可能还没有办法忍受，但是你必须要慢慢忍受，要不然你写很多电脑程式的时候，有很多很奇怪的你就会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等于 x mod P， 所以我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 x。所以等于我 x 就被我找到了，x 被我找到了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所以那它就变成非常简单的一个结果出来了非常简单的一个结果出来那可是问题又来了，因为我们在做那个质数尤其他们在做那个什么加密解密要找那个很大的质数，比如说我先布一个局我们下一节就可以针对这个问题来，比如说找一个1021，它本身是一个质数那那个后来我找一个很简单的 Python 程式去模拟了它一下，没有没问题，它是一个质数。那质数的话就是说我要在怎么样呢？我要在这个其实要扣掉0了就是说你好了
你扣掉跟不扣掉都无所谓哈。那这个下面的1021我就不写了，好，那因为很多的课本后来都不写了，1021扣掉这个0有没有？好，那问题在这一个 field 这个 group 里头的话 ，how to compute 我如何去计算出来什么？比如说随便写一个500的 inverse 等于多少？哇！那你总是在做计算的时候，你必须要给我一个数啊！你要去加密解密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给我一个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我们需要一个演算法，一个演算法。所以下一节我会来讲那个演算法给你们听，这样嘿。所以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演算法来所以我们就布一个局布一个局这样嘿。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就到目前为止，你们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我们最重要就是说，质数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结构那会造成这个 Galois field那造成 Galois field 的话，你就变成说，就有很多的那个很漂亮的数学出来因为它是一个有限的一个field， 那有限的 field 那它在做计算的时候呢，就有它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法所以原则上再度重申，质数是造就非常漂亮的。那各位有兴趣在 Google 去顾一下那什么叫做 Riemann conjecture Riemann 李曼的那个假说那还在可以顾一下那个张益唐教授的非常伟大的2个大的一个定理结果都是因为他当初我们在同一个 office 他讲他不做那种小结果所以他每天就是这个埋头苦干一直在做笔记这样所以确实一个刻苦耐劳的一个 researcher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边了